一艘行驶在北极之巅的美国阿利伯克驱逐舰莫名被几架武装直升机突然袭击，舰长果断发射干扰弹，并众人手持武器缓慢向着深处进发，果然是豪华游轮想要的物资应有尽有，也顾不得食物是否过期，凡是能吃下肚的只管往包里装。一名士兵打开冷藏室大门，想着装点硬货，然而里面却堆满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看着整个大厅都摆满了病毒携带者。就算是这群久经沙场的士兵，看到这种凄惨的死状，也难免对瘟疫产生恐惧。此时，一声微弱的求救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女生物学家过来抽取了他身上的血液，并给他打了安乐药，让他黯然离去。也许是太过紧张，一名士兵不小心被尸体绊倒，该死的面罩也随之崩了出去，脸上还沾上了尸体的血。他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最终还是不想拖累大家，直接开枪结束了生命。这次行动牺牲了一名舰员，全体人员为其举行了仪式，对他进行祷告。女生物学家在船上感染者的血液中检测到，病毒里面有一种额外的基因，很可能是别有用心之人人为加入的，或许是有人想把病毒当成生化武器使用。谈话间，船员收到一封5天前来自五角大楼的讯息，讯息内容显示北卡罗州的实验室已经不安全，部长希望他们改变路线去梅波特，那边镇上有一间实验室很安全。当他想接通部长连线核实信息，对方却迟迟无人接听，本能反应让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 This is the captain speaking. We have no contact with home, and I have goo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functioning. The country we all hoped we were coming back to no longer exists. We will come through this together, and we will prevail. We've lost so much already. 舰长有力的发言为舰上的船员指明了方向，他们即将前往在关塔内摩湾一个食物与燃料补给站。就目前而言，那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舰载直升机率先前去侦查，通过热成像分析没有发现活动轨迹。曾经被称为犯人禁忌的万人监狱，奈何如今变成了人间地狱。舰长带领3小队开始寻找所需物资，1队负责燃油补给，2队搜索医药用品，3队由舰长带领寻找生活物资。突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紧接着旁边的汽车发生了爆炸。这个人是监狱的狱警，病毒爆发后，因为无政府状态，他和队友放走了盖达组织14人。现在这伙人又反过来报复他们，因此他的队友全部遇难。与此同时，负责燃油补给的小队也遇到了麻烦，同时还遭到了炮弹偷袭。报名坐标后，驱逐舰瞬间把敌人炸飞。搜索医药用品的小队也在撤离时被锁在了医院内。很显然，他们是想让舰员们感染病毒死去。眼看氧气即将耗尽，在舰长的协助下，武装分子被逐个干掉。
三小队重新汇集，开始搬运物资。正当他们准备重返海上继续漂泊时，雷达上出现了一艘没有任何标识的船只。舰长让其表明身份，对方传来了美女的声音，说自己来自英国的舰船，在海上已经航行了1个多月，除了缺少食物之外，没有任何人员感染。舰长听到是自家小弟，自然就放松了警惕，还幻想着与其同享肉饼和美味的薯条。直至舰船靠近港口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俄国战舰。舰长下令立刻进入临战状态。此时做应战的反应为时已晚，舰艇早已被对方雷达锁定。面对着一艘装有核弹头的重型巡洋舰，他们最好的选择却只有听一下对方想得到什么。然而这次他面对的可不是一般角色。Whom do I have the pleasure of speaking? I am Konstantin Nikolaevich Ruskov. 一个俄国北方舰队的海军上将，一个战功赫赫的传奇人物。在绝对的优势下，拉斯科夫上将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要求：24小时内交出病毒原体毒株和2名生物学家，否则将让整个港口与军舰消失在蘑菇云里。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舰长提出双方见面谈一谈。别看他又
9个月后，舰上的生物学家终于研究出了疫苗。女科学家把疫苗注射在一只猴子身上，几秒钟后，这只猴子就倒了下去。这样的实验做了几10次，都以失败告终。看着自己和舰员拼命带回来的猴子，舰长也很是无奈。为了避免造成恐慌，只能让女科学家将尸体悄悄地丢进海里，却无意被舰员看见。自此，多种传言在舰上传开了。恰巧一名上岛执行过任务的士兵也无故倒地不起，周围的同伴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不知所措。舰长与女科学家也应声赶来，发现这名船员浑身发热，嘴里还吐出鲜血。这时军医也全副武装赶了过来，在患者身上抽取血液样本，随后就前往实验室进行化验。这一突发事件让舰上的船员纷纷猜疑，人心惶惶。比病毒更可怕的是船员心中的恐惧。舰长经过再三考虑，给控制室打去了电话，让大副下令封锁舰艇，全套生化防护装备。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所有人都不能离开休息间。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等待，总算没有意外，只是得了不会传染的登革热。但舰长与舰员间却逐渐出现了隔阂，甚至还有人认为女生物学家研发不出疫苗，很有可能在抓猴子的时候把病毒给带到了舰上。更是有16名舰员联名要求退役回家，他们服役时间已经到期，如果不让他们下船，等同非法拘禁。如果同意，势必会有更多的舰员离去。无奈的舰长只能把真相告诉大家，并跟所有舰员表示诚恳的道歉，表示自己处理信息的方式欠妥，不应该隐瞒大家，还把监听到的信息放给大家听。Name's Henry. I'm up in Portland, Maine. Not sick, but we're running out of food. If anyone knows any good hunting grounds in the area. I'm calling out to anyone in Georgia. If you're healthy, there's a safe haven of the Daltons. 舰长还打开了舰舱的舱门，带着全体舰员参观科学家的实验室，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舰员知道科学家所做的贡献。科学家也向大家汇报了实验进度。其实病毒并不可怕，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攻克病毒，战胜困难。众人打消了疑虑，在舰长的见证下，16名舰员再次宣誓，延长了服兵役的时间。舰员接收到一个
舰上的2名生物学家终于研制出了疫苗，现在他们要用疫苗在人身上做最后的测试。然而，注射到6个志愿者身上时，却意外地出现了意外。Kara, Doc, we got a problem. 先是一名女成员毫无意识的全身抽搐，紧接着休克过去，呼吸频率32，脉搏120。Kara, it's Rachel. Can you tell me how you're doing? Kara? 她烧到40度了，针扎进去了吗？静脉推注60毫克通立可。女生物学家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卡拉才有惊无险度过危机。其余几个人也在8个小时后相继出现感染症状，有人背上布满红疹，不痛不痒；有人神志不清，出现幻觉，不断呼喊陌生名字，需要打镇定剂才安静下来。2名生物学家也是不知所措，不知哪里出现了问题。与此同时，另一名成员也鼻孔出血，昏迷了过去。最终，这名成员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原本信心满满的女生物学家也只能坐在角落无比的自责，因为自己的失误已经害死了1名舰员。看着其他舰员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脸上出现了红疹，鼻子也开始流血，有的也逐渐失去意识。舰长也对此次实验失去了信心，他让大副通知其他舰员过来与他们道别。就在另一名生物学家准备给他们注射吗啡减轻痛苦时，女生物学家冲了进来，她找到了问题所在。疫苗之所以无效，是因为病毒被注入了人类的基因，而自己在研究疫苗的时候，却忽略最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从北极采取的病毒原体毒株。之后，他使用原体毒株重新配置了疫苗，注射到志愿者身上。不出所料，经过几个小时的恢复，这些人都慢慢好转起来。舰长和女生物学家喜极而泣，紧紧地相拥在一起。接下来，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大批量生产疫苗。此时，适合要求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从卫星地图上看已被摧毁，而周边的建筑却完好如初。显然，实验室是被人为破坏的。未得到确切消息前，也不敢贸然前往。正当舰长束手无策时，失联多时的卫生部长联系到了他。I declined. I thought the risk was too big to have so much of our civilian and military command in one confined space. 最终，在他的安排下，舰长他们来到了另一座城市巴尔的摩。遭到病毒的侵袭后，城市已是满目疮痍，除了受到感染的民众外，这里还出现了非法武装。就当先遣队在码头登陆时，远处一把狙击枪瞄准了舰长，但阻击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随后赶来的一名卫生部部长。当地警察的带领下，舰长与小队来到了一家名叫欧尼克的维修站，却发现父亲与他联系的无线电被一名流浪汉抱着。从他口中得知，父亲已经去了奥林匹克体育馆。舰长提出要去父亲说的那个体育馆，却遭到了同行警察的拒绝。随即，双方发生了枪战。军士长在枪战中负伤，舰长及时发现情况不妙，命令舰员带他回到舰上，并通知所有舰员也回到舰上，等待命令，随时准备离开。另一边的女生物学家也在资料中发现，这些实验室的人使用的药物不仅对病毒没有疗效，相反，这么大的剂量却是致命。而此时驱逐舰上也出现了意外，一名警察若无其事走进舰内，突然间拔枪击毙一名舰员，一时间在场人员无比震惊。他让大副通知所有舰员在甲板上集合，还威胁要交出疫苗和原体毒株。舰长来到了体育馆，找到了父亲和他的孩子。遗憾的是，他的妻子已经离去，悲伤中为家人打完疫苗。在这里，舰长也知道了一件更加可怕的事：这个地方并不是用来救人的，而是通过谎言将感染者都吸引到这里，再用一些致命的药物把他们清除掉，然后直接用卡车运往发电厂。
经过焚烧给城市供电。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这个卫生部长，他的目的是想重建秩序，留下有用的少数精英。原来女卫生部长才是妥妥的大反派，而他口中的非法武装才是悬壶济世的大好。当女生物学家明白这一切之后，她已经被控制。从体育馆逃出来的舰长拿着无线电呼叫舰上的大伙。Nathan James, come in. Do you read me? Nathan James, this is the captain. Come in. Do you read me? 另一边却迟迟无人应答。这个时候的驱逐舰已经被当地警察控制。Nathan James, where are you?